极权主义制度呢不是中国制度，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就是有一个很多人有一个基本的混淆，把今天的中国呢和古代的中国的帝王制度混为一谈。那么当你对这个制度有了基本的混淆之后，那么你对这个制度实际上是丧失了判断能力。就是极权主义制度产生于极权主义运动，极权主义运动是一个非常疯狂的运动，是有大量的人参与的，这些大量的参与的人，很多人是不要命的。所有原来在这个旧世界里，这个有权有势的，全部打入地狱，然后所有的这个财产都分。这个，所以我们先替耶稣基督把事儿干了，财产全分，就是不允许再有任何不允许有任何人有这个自己的财产。您现在马上要出来的这本书，中文和英文的名字，然后您的写作目的和最关键要解决的问题。对，它这个中文的名字叫做《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英文名字叫做 Institutional Genes: The Origins of China's Institutions and Totalitarianism。那么这个书呢，我这个书实际上是有3个主要内容在里边。这个第一呢，它当然是针对中国的，但是它针对的中国呢，是希望这个提供一个系统的对中国的认识。当然它是要帮助人们认识今天的中国，但是呢，认识今天的中国呢，不可能只看今天。那么所以呢，我是要挖今天中国制度的根源在哪儿。那么为了它呢，我就挖到了极权主义制度。因为极权主义制度呢不是中国制度，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就是有一个很多人有一个基本的混淆，把今天的中国呢和古代的中国的帝王制度混为一谈。那么当你对这个制度有了基本的混淆之后，那么你对这个制度实际上是丧失了判断能力，就是你会错误的把中国古代帝王的时候的东西拿来比喻现在，拿来这个预言将来的中国会怎么样，它都是看中国古代，那么这是错误的。因为呢，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不是中国自己的制度，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帝王时期，而是从苏联进口的，这是苏联来的制度。所以呢，我们就要挖它的根源，就是苏联这个制度又从哪儿来。那么很可惜呢，就是虽然世界上关于苏联的这个文献非常非常多，就是无论是这个苏俄人写的，还是用英文的，这个量非常的大，但是呢，很可惜，并没有好的一个著作呢，一个好的研究工作呢，来挖掘为什么在苏俄产生共产极权主义制度。不存在这样一个著作。就是我为了这个，我实际上最早呢是希望我能寻找到已有的文献，在这个基础上我来讨论中国。但是很不幸呢，就我发现呢不存在这样一个文献，所以呢我就自己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这个书的第2个重要部分呢，就是挖掘这个极权主义的根源，就是极权主义作为一个制度从哪儿产生来的。那么我的第3个贡献，就我这个做的这个书呢，是这个方法论。这方法论可能不做科学研究的人可能不感兴趣，但是我仍然愿意提一下。原因呢，是因为要追究这个问题，一定涉及方法论，就是为什么不存在这个好的文献能挖得深，因为缺少方法论。当你没有合适的工具的时候，你挖不深。就你要深挖，你需要深挖的这个方法，你需要机器。所以呢，我就造了一个方法。那么这就是我这个书的题目，为什么叫制度基因
很多人会以为制度基因是个比喻，是个来自生命科学的比喻。但你理解为生命科学的比喻呢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我这是一个方法论，就是我是要追这个制度的基因，这个制度从哪儿来，这个追它从哪儿来的时候，我用这个概念来帮助人理解它的起源是什么，它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那假定，因为我为了讲的通俗，所以我就不再讲这个经济学里的分析的那些语言，那么就用这个比喻的语言。比喻的语言，那么制度基因大家都能想象，这就像生命科学里的基因，那么基因是遗传的，那么基因呢它是会有突变的。那么当你有外界的环境的时候，它会伴随着外界的环境会有各种突变，然后它面对外界的环境的时候是有选择的，那么它朝什么方向去演变？那么实际上所谓的基因呢，它是离不开这个进化论的。那么它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它有基因的部分，有外界的影响的部分，有突变的部分，有选择的部分。那么合在一起，就有我们看到的它的演变过程。所以我这个整个呢是提出来了一个新的这个分析制度演变的一个方法，用这个呢来看这个极权主义制度、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制度从哪儿来的。那追这个东西呢，我就一直把这个问题就追到了它的最早的根源上去了。虽然追这个从哲学上追，那么最重要的著作是那个 Karl Popper， 就是 Popper，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Open Society 那本著作，他讲的是哲学的根源。哲学的根源呢，他追到柏拉图去了。那这个当然在哲学界人们是有争论的。那么我呢不是走的他的这个思路，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这样讨论的，因为这个极权主义产生，就是极权主义制度产生于极权主义运动。极权主义运动是一个非常疯狂的运动，是有大量的人参与的。这些大量的参与的人，很多人是不要命的，就是你要煽动起来这么多的人拼了命的要推动一个极权主义的运动，这不是哲学能解释的，这不是哲学，这是社会运动。那么这个社会运动从哪儿来？这个有煽动力的这个想法从哪儿来？这不是哲学。就是如果我们看，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极权主义，就是现代的极权主义制度产生于苏俄。苏俄有几个人知道柏拉图？就是哪怕是在他的这个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创建人里边的知识分子里，就是你从柏拉图他这一路再追下来，就追到了这个黑格尔，然后马克思。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人其实都不是很多，知道黑格尔的就很少了，知道柏拉图的极少了。那再回到中国，最大的共产集权制的这个国家，就是控制人最多的是中共。那么在中国，在这个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过程中，那么直到后来有知识分子进来，这个之前没有人知道柏拉图。几乎没有人知道黑格尔，知道马克思的人极少极少，都是屈指可数的，所以不是哲学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哲学问题。那我就把这个追下去呢，我的这个追寻它的根源的思路来源是什么呢？来源是恩格斯本人和恩格斯的亲密的助手跟学生考斯基，来源于他们两个人的著作，和来源于冯米塞斯。米塞斯呢，在20年代出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这个他的英文版的这个著作的名字就叫社会主义，就是 Socialism， 但它有副题就比较长的。那我讲这三个人，这是指导着我挖掘根源的这三个人，他们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基督教，就是它的根源是基督教。这个是实际上呢，你再往前追呢，是比基督教更早，是犹太教。就是早在犹太教里边就有着这个共产主义理想的这种基本的原则，而所谓的共产主义原则呢，就是这个绝对平等。
而这个绝对平等就是怎么能够达到绝对平等呢？绝对平等就是指的就是这个财富，就是指的个人没有财富。就是你要绝对平等，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消灭个人的财富，让这个财富是社会公有。但是呢，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呢，它那个传统上的这个共产主义，它当然没有这个词，但是呢，它的这个实质都已经在那儿了。那么它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呢，是自愿的，就是你自愿相信了这个宗教，所有信这个宗教的人就把你的所有财产捐给你自己的这一群人，就是社区吧，就是都是一个一个小团体，在每一个一个的小团体里是没有私人的财产的。那么这里边，那当然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和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信徒，就是任何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必须消灭自己的财产，把你的财产拿出来跟大伙儿就是没有了，跟大伙儿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这个绝对的平等。那这是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的实现是靠自愿。所以呢，我把它叫做自愿的共产主义。就是虽然当时没有这个词，但是呢，你刻画它这个现象，它是自愿的共产主义。但是这种想法呢，就是到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后边基督教变成了这个罗马帝国的国教，那么就变成了为罗马帝国服务了。那么当他为罗马帝国服务之后，他就已经丧失了这个性质，因为他绝对不可能再推动这东西，所以他就是人们今天讲的叫做天主教，实际上就是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它跟这个东正教分开才有了这个名字。但是它这个性质的变化是它自从它变成了国教，它这个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因此呢，在它的这个天主教里边，就是说它国教这个罗马帝国的国教里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就藏起来了。那么他把这个问题藏起来以后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宗教改革重要。宗教改革的时候，把所有原始的基督教里的真正的内容全部又挖出来了，全部都弄回来，人们再重新讨论。然后呢，这个宗教改革首先就是挑战这个国教，就是挑战这个国教，就是你这个把原来这个宗教里的最重要的内容给搞掉了，那我们现在要恢复它。然后呢，你们这些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会啊，自己变得很富，你根本就违反了这个基督教的基本原则。基督教，你如果真正是追随耶稣基督的，真正追随耶稣基督的信徒的，你得跟他们一样，财产拿来分了。结果你们财产是最多的，你们是这个最富的，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宗教改革里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内容。那好，这个是这个信仰的部分，就是意识形态的部分。但是这个意识形态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发生了很严重的扭曲。这很严重的扭曲呢，就是原本这个基督教呢，他讨论的这个平等是自愿的，它是和平的。这个时候发生的扭曲就是使用了暴力。他就说，他这个暴力呢也很自然，因为这个天主教要镇压这个所有的异教徒，然后所有的异教徒要以武装的方式保卫自己。所以呢，哪怕没有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刚才讨论的那些内容，他们实际上由于实质的利益的原因，已经就变成了武装冲突。就是这个宗教改革实际上后来就变成了武装的冲突，就是新教和这个天主教就是这个都是这个拿起武器杀对方，战争。然后呢，这个从新教里尤其最具体的讲，就是从路德教里边分出一派，就是真正的路德的这个信徒啊，非常非常忠实于他的信徒，走的就更远了，就是认为我们要用暴力实现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共产主义。就那时候这词都没有，我这是为了讲话方便用的这个词，就是来概要。
对，要绝对平等。于是就用战争的方式就打下了个地方，然后就是这个用暴力来分财产，就是消灭了这个个人财产。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德国农民战争。我之所以说我的这个文献这个起源是来自于恩格斯和考斯基，那么就是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都关于德国农民战争有过相当的论述，而且都说了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的第一个初期的就是德国农民战争。然后再往后就是马克思死掉之后，在恩格斯的晚年，恩格斯专门写过一个一篇文章，这文章在中国的马恩全集里是没有的，在俄文的马恩全集里没有的，就是有这么一篇文章，这我书里边引用的这个部分内容，就是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非常清楚地说了，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于中世纪的这个宗教改革。然后呢，考斯基更重要，就在恩格斯的这个，因为他是考斯基的非常重要的工作都是在完善恩格斯已经提出来的东西，所以考斯基呢是在恩格斯死后出了一整本书，是讨论这个共产主义的起源，就是中世纪的宗教改革，一整本书。所以这个是我的真正的就是这个来源。恩格斯的这个中文的这个共产主义思想起源来自于宗教的这篇文章，为什么在中文里没有呢？因为这个中文的马恩全集是来自于俄文啊，然后俄文的马恩全集实际上不是全的，就是他们在这个编的时候是有选择的，有些他们认为不利，就有意的没有选。不利于什么呢？不利于讨论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些内容我回头可以发给你，哎，就是因为我有中文版，明白，所以我的那部分的用语啊和它的文献是什么，就是我都已经就用中文也都写出来了。太棒了。对对，那么您继续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时期呢，就是中世纪时期呢，这个第一个建立的稳固了好几年的第一个共产极权主义政权，就是在15几年，在这个今天的德国的一个城市，就是离荷兰不远的叫明斯特，是在那儿建的。就是当时呢，他们建了这个明斯特政权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世界末日马上就来，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嘛，他说世界末日马上就来，世界末日来了以后，耶稣基督就回来了，就是耶稣基督回来，这个世界就是天翻地覆，就是整个就颠倒过来，就是这个所有原来在这个旧世界里，这个有权有势的全部打入地狱。然后所有的这个财产都分，这个，所以我们先替耶稣基督把事儿干了，是财产全分，就是不允许再有任何不允许有任何人有这个自己的财产，然后家庭解散，这个男女分别住那个宿舍去了，是连这个夫妻都不可以有性关系，就不可以有亲密的，就是没有了，家庭没有了，财产全部没有了，而且都是用的暴力。就是说你自己捐，你就是好基督徒，你不捐就是杀了你，所以全部都是使用暴力。那么很多的人四处集中到这儿，就是那种原教旨主义的，也有机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就是那些穷的人呀、流氓啊、痞子啊什么，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发现这地儿好，这个地儿好混饭吃，所以有忠实的信徒，也有这个痞子、流氓什么全来了。所以就在这个集中到明斯特，然后这个因为他是使用暴力的，所以就把原来统治这儿的这个贵族都给赶跑了，就是杀了的、赶跑了的，所以他们占了这个地儿，这个占了有2、3年时间。然后后来呢，是这个我如果没记错呢，是这个路德派的这种新教的人和这个当地的贵族联合在一起，以这个武力用暴力把他们给灭了。灭了他们以后呢，就把这个明斯特的这个造反的这个头
就这个用酷刑弄死，然后关到个铁笼子里，挂到这个城墙上头给大伙看。然后至今明斯特还是这个 UNESCO 的世界遗产，这个遗产就包括那铁笼子，至今还挂在那上头呢。这就是当年杀了那个第一个共产极权主义的头子。只不过我的这些用语，你今天作为游客去看，我的用语都是没有的。我的用语就把这事儿说穿了，而现在往往人们的用语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人们看了以后并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我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他说穿了，这就是这件事儿。明白了。那么这个是最早的那个起源，这个最早的起源和后来的那个呢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是并不直接就过来了。那么从这个起源呢走到下一步，这个真正直接影响到这个共产党的是从法国来的。